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3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3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419.40，收盘价是417.4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27，最低价是在415.7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仍然是在20日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6494.10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2月3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出现了反弹，上方是反弹到了427，遇到了压力。然后呢，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相对高的位置进行震荡。那最后呢，收盘价也就是在尾盘的时候呢，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下跌，然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底部附近，生成了一个这样一根墓碑线。对，那么墓碑线呢通常它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或者说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取决于它所处的位置。如果墓碑线是处在相对低的位置呢，它是变盘向上的信号；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在相对高的位置呢，它又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一个信号。那么对于当日生成的这根墓碑线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呈现的是量缩，也就是当日股价在开盘之后，在下跌到低点的时候下方是有多头力量进入的，然后呢，股价出现了反弹，但是反弹的时候并没有多头力量的跟进，也就是把这个缺口回补了之后多头并没有推动股价继续反弹，而是在盘中股价是出现了震荡，但是在最后尾盘的时候呢，股价是收在了低位，所以当日这根墓碑线我们可以看出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交量缩。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信息那对于日后股价的走势给出了一个不确定性。那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仍然会停留在20均线之上方，那么股价将会出现反弹的走势。那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我们在这里指是否有多头力量进入，指的是股价是否继续坚守415这个位置，也就是12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 415.41。 对，那么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在12月30日股价的最低呢是在 415.75，那么这个股价呢仍然没有跌破前低，所以这是多头要守的位置。那么我们指的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没有多头力量进入，也就是多头不再继续守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那一旦出现补量的下跌呢，我们可以看到将会出现一个架构，也就是一星二阴的
这样一个下跌的动能的 K 线组合，一旦出现一星二阴，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那么股价呢将会继续下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所以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啊，那我们认为股价将很有可能会去不单是跌破400关口，也很有可能会去测试下方的350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股价要跌回到起涨的这根 K 线的最低。实际上起涨的这根 K 线，我们应该从12月14日来看。对，因为这根 K 线虽然没有突破啊，但是它和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这两根 K 线合并之后，这是一根突破的 K 线，也就是它们的最低将是股价下行的目标，在348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的解读。所以啊，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要特别关注前低，也就是415或者说是416这个位置。那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很容易会出现下跌的走势。但是如果股价仍然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因为31日是2024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价钱的最后一天，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股价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横盘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460附近。第二个可能我们给出的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428附近，是在这个位置。而实际在12月30日收盘价是在417.41，股价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同时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12月3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仍然把它会设定在415这个位置。那也就是说目前我们说股价的收盘价还有它的最低都没有跌破这个第一个目标。如果准确的说是这根蜻蜓线，或者这根我们把它称作是蜻蜓线的最低是415.41，目前股价还没有跌破它，所以它仍然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跌破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上方是有头低，下方再出现底低，那么特斯拉股价短期的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那这样一来呢，股价是很有可能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好，那这是第一个目标。那第二个目标呢是下方的327，是这个位置。那在到达327之前有这样几个位置，一个是400关口，这是一个整数关口，它将是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呢是在350这个位置，也就是刚刚我们描述过这个位置起涨 K 线的最低，那么它也是一个支撑。那这两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去测试327。好，那327如果被跌破，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309。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由于股价目前没有出现新低，所以呢我们先暂时把股价的
上行的目标仍然定在480和488这个区域。那么我们等股价出现新低之后，然后那么上行的目标将会是465，也就是它将会被定义为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我们仍然把它定义在480到488。好，那么我们依然回顾一下，在12月13日我们给出的特斯拉本轮上涨的推断，就是说股价在上涨到480附近，然后会出现回档。回档如果股价不跌破430，那么然后呢再出现反弹，如果重新站上480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将会上行。我们推断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本轮上涨呢，股价将会到达655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这是回顾之前推断。那目前股价我们会看到，在480确实是出现了回档，然后呢，实际下方是跌破了430，但是股价又出现了反弹，目前又再次出现了回档，所以出现这样一个走势啊，我们这个推断仍然是成立的。也就是说，股价目前不跌破415或者20日均线值，那么股价也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震荡，然后呢再去选择向上突破，或者说是去建立空头趋势之后进入到深度的回档，所以我们给出的推断仍然是成立的。对，那这样一来，我们依然把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确定在480到488之间。好，那么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目前啊，除了各条，也就是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当然还有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啊，在12月31日盘中，我们测算股价，这个20日均线值将会超过目前股价的收盘价，也就是超过417.41。对，除了各条均线值是压力之外，有2个位置是特别关键的，一个是450关口，还有一个就是465。那么股价出现反弹，只有突破这2个位置，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或者说是测试480。而股价只有到达480呢，我们才能这个给出的推断呢才能够成立。好。那么这是我们说股价在到达480之前的2个重要压力位。好，480和488如果能够被站上呢，将会再次出现头高，那也就是这一波回档调整完成，再形成突破，那么股价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500关口，例如还有550，还有600整数关口。当然，最终我们给出的推断是655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440这个位置，也就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在它的附近。那么在12月30日盘中，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12月31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要关注416这个位置。好，416呢，我们取的是一个整数，也就是前低是在415.7附近。对，所以我们取整数呢在416。好，那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出现反弹，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前低的上方运行，股价才有反弹的走势。那否则呢，股价将会有下行的走势，也就是收在低位。所以在12月31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416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65%的多头仓位，
最后一次加仓是在这根绿 K 的收盘价是在462附近，那么这个仓位的成本价是在367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对于这个仓位呢，之前我们说了，股价跌破5日均线值是可以停利出场，也就是停止利润的损失。那如果想等待股价回后再上涨做多呢，可以守止损位，止损位我们一直是守20日均线值。那么到了12月30日，收盘价是在417.41，仍然是在20日均线值上方，所以呢，这个仓位是目前是可以继续持有的。那么对于12月30日收盘价在417.41，对于多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虽然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有反弹的可能，再加上1月2号可能会有财报出现，那么但是呢，对于在技术上，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好，那么对于这65%的多头仓位，到了12月31日，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是依然守415，因为之前我们除了给出的是20日均线值啊，当20日均线值超过415的时候，我们给出的仍然是415。好，那也就是股价的收盘价一旦跌破了415，在盘中跌破415没有问题，但是收盘价一旦跌破415，那么对于这个多头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虽然这个仓位相对于我们的成本价已经是一个盈利的位置，但是我们仍然把它称作叫止损。我们其实止损是止损的这个65%的多头仓位，而不是对于盈利来说的。好，那么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啊，在之前我们给出了空头要守的位置是450到465，是相对于这根 K 线而言的。那么到了12月31日，我们认为仍然空头要守的是这个位置。当然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我们会看到空头还有很多的支撑位，也就是例如这根 K 线最高427，还有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这些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所以我们说啊，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大幅的下跌。所以现在股价是否能够出现下跌，是取决于多头。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2月3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从418到420。第二个压力位是427。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从332到440，是在这个区域。对，是在这个区域。好，那么第四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是450整数关口。第五个压力位465。当然上方还有480到488，还有我们说的500关口，再有就是我们说的655。那这些信息呢，由于这个推断呢还没有被瓦解，所以我们会把这几个数据都写在上方的压力这个位置。对，也就是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当中会把这几个点位都写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支撑。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416前低，第二个支撑是400关口，在这个位置。第三个支撑是350。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2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这是或者说我们认为在12月31日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16，上方最高会到达425，在这个位置，收盘价会收在420附近。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434，那么收盘价将会收在431附近。也就是反弹，我们给出两个可能，一个是在这个地方继续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横盘向上，另外一个呢，我们认为会有多头力量进入，而推动股价出现反弹，收盘价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好，那么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41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我们再给出第二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大幅下跌的 K 线。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19，下方最低会到达392，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收盘价会收在396附近。对，那么如果出现这样一根大幅的下跌的 K 线呢，我们认为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1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大幅的下跌。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3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